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一台车就是比亚迪汉 DM-i 冠军版，它呢现在应该算是引领潮流的一台 B 级车了吧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台冠军版到底优点在哪里。汉 DM-i 算是一个传统和新时代产物的结合体，那插混在现在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就像比亚迪这一套 DM-i 系统一样啊。其实说实话，在外观层面，比亚迪汉 DM-i 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呢，一方面确实车头是有传统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这个中网六边形，然后还有标准的这种大中网的造型，另外灯组呢也是这种传统的样式。所以说啊，其实这个车从车头你就能看得出来，它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审美，但在车尾以及侧面的各个细节方面还是相当新能源的。所以说这台车为什么能够受到欢迎呢？也可能是因为在外形上面首先就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审美。汉 DM-i 这一次2023款冠军版最大的改变是在增加了一个冰川蓝的颜色，这也和比亚迪其他家族的车型是一样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就在轮毂的选用上，两个不同的版本，121公里用的是这个多幅的轮毂，而200公里续航的那个超长续航版本用的是一个类似于花瓣形状的5幅轮毂。那可以说，比亚迪汉 DM-i 这一次其实主体的变化并不大的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改变和优化。因此呢，我觉得现在的汉 DM-i 一直在慢慢的补齐自己的短板，成为一个完全体。因为这一次比亚迪汉 DM 家族是同时发了3款车，就 DM-i 的有2个版本的续航，还有 DMP。跟 DMP 内饰大刀阔斧的运动化设计不同， DM-i 依旧是保持了它这种比较传统稳重的风格，尤其是在配色上面还是采用这种黑棕的搭配。其实这种搭配呢，相对来说比较沉稳，商务接待和家用都没有毛病。但是呢，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，这个颜色可能还是稍微过于沉稳一点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内饰是可以接受的。一方面是因为我年纪大概在30多岁了，然后呢，整体它的内饰布局以及造工用料也是比较出色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在 B 级车这个行列里边啊，汉应该是有明显的优势。其实汉 DM-i 之所以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，我觉得还是跟它的动力系统有很大的关系。把它开起来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沉稳，但同时又含着劲儿那种。首先，我们把模式切换到 Eco， 其实现在走车就非常的顺畅。像在这样的快速路上面，我可以把速度很轻松的提到60左右。那如果切换到标准模式的话，那动力响应就会更好一些。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超过很多 2.0T 的燃油机了。那当你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时候，发动机和电机协同输出最大功率，这个时候一脚油门下去，它的这个响应是相当迅速的，也没有传统燃油机的那种降档顿挫，来的动力也很猛。那这个时候你说开这台车好还是开传统燃油车好？然后再来说一下舒适性，主要是体现在底盘悬挂方面。因为现在汉呢，它考量到大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，所以呢加装了 FSD 的一个被动阻尼悬挂，也就是说根据路面它会自动调整悬挂的阻尼。如果像稍微有颠簸的地方，它也会调整的较软一点，比如说这样有一点点小起伏，它尽量抑制到更多的震动传递到车内。那如果像更好的一些铺装路面的情况下，它的阻尼就会变得更硬一些，因此呢它就可以有很好的操控感以及舒适性。18.98万起，一台 B 级车，尺寸已经接近某些 C 级轿车。传统合资品牌的 B 级轿车该怎么活呀？说实话，就价格而言，首先它会吸引到你。当你实际看到这台车的时候，不论是空间、动力、配置，还是各种体验上面，它都不输合资 B 级车，甚至它有明显的优势。所以说，现在比亚迪汉 DM-i 这个冠军版，它有潜力成为销冠。因此呢，总共6款配置，我不知道推荐什么好，因为每一款配置之间几乎就是差个1-2万左右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版本。当然，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，你可以去选择一个配置更高的车，毕竟体验会更好一些。这3-5年你要用这个车嘛。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车的续航，121公里可能是比之前的要高一些，而且体验会更好一些。真的可以预料到，在未来3到5年之内，这个汉 DM-i 应该是会是市场当中排名数1数2的车型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觉得121公里的续航不够的话，可以选择200公里的版本。那如此全面的 DM-i 冠军版，你会考虑它吗？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在后台一起来探讨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